济公活佛的由来及传说下，济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，他那癫狂的行为、破旧的僧袍和破扇子的形象，成为了智慧和慈悲的象征。无论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还是在平常的生活中，济公的故事都给予人们无尽的启示和力量。他的传奇故事被人们口耳相传，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一颗明珠。每当人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总会想起这位奇特的和尚，从他的故事中汲取智慧和勇气。济公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人，让人们在追求智慧和慈悲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创造美好的生活。济公活佛以其神奇的医病救人事迹闻名于世，他不仅以佛法和慈悲心救助病患，还以智慧和机智化解病人的痛苦，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敬仰和爱戴。以下是几则著名的济公医病救人的故事，展示了他如何运用佛法、智慧和爱心来拯救众生，医治重病老人。相传有一次，济公来到一个小村庄，村民们听说他是位神僧，纷纷前来顶礼膜拜，希望能得到他的祝福。村庄里有一位年迈的老人，患上了久治不愈的重病，病情日益严重，生命垂危。老人的儿女们听说济公到来，便急忙赶来求助，希望济公能够救治他们的父亲。济公来到老人家中，看到老人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病情十分严重。济公仔细查看了老人的病情，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一碗清水，轻声念了几句经文，让老人喝下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老人喝下那碗清水后，病情竟然奇迹般的好转，气色逐渐恢复，身体也开始有了力气。几天后，老人竟然完全康复了。老人的儿女们感激涕零，纷纷跪拜在地，感谢济公的救命之恩。济公微笑着说：“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佛祖的慈悲和你的善缘所致。只要心存善念，行善积德，自然能得到佛祖的庇佑。”老人的儿女们听后，对济公更加敬仰，并决心在日后行善积德，以报答济公的救命之恩，救治癫狂妇女。另有一次，济公来到一个城镇，听说镇上有一位妇女突然发狂，四处奔走，行为异常，惊吓了不少村民。家人请遍了名医，但妇女的病情始终未能好转。听说济公到来，妇女的家人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请济公前来救治。济公来到妇女家中，看到妇女在院子里疯狂奔走，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，显然已经神志不清。济公并没有急于施展法术，而是仔细观察了妇女的行为和周围的环境，然后他走到妇女身边，轻声念了一段经文，并用手中的破扇轻轻扇动妇女的头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妇女在济公的扇动下逐渐安静了下来，眼神也开始恢复了清明。济公告诉家人，妇女是因为受到惊吓和长期压抑，导致精神失常。济公用佛法安抚了她的心灵，使她逐渐恢复了正常。妇女的家人对济公感激不尽，并按照济公的建议，给她创造了一个安静、和谐的生活环境，使她彻底康复，解救贫病少年。济公还有一次来到一个贫困的村庄，这里的村民生活困苦，缺医少药。村里有一个少年，因为家境贫寒，得了重病却无钱医治，眼看着生命垂危。少年的母亲痛心疾首，无奈之下
只好抱着孩子四处求医。济公听说此事，便主动来到少年的家中，查看少年的病情。济公发现，少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加上感染了重病，身体虚弱，急需治疗。济公让少年的母亲准备一些草药，然后亲自熬制成药汤，让少年服下。少年喝下药汤后，病情逐渐好转。济公又教导少年的母亲如何用简单的草药进行日常调理，使得少年最终康复。少年的母亲对济公感激不尽，济公却说：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，这是佛祖的慈悲和你们的善缘所致，不必感谢我。智斗恶霸救病人。济公的救人故事中，还有一则智斗恶霸的传说。相传，有一位富商，仗助家财万贯，为非作歹，横行乡里。他占得为王，强夺民田，百姓对他恨之入骨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这位富商还开设了一家药铺，但他售卖的药材价格昂贵，贫苦百姓无力购买，导致许多病人无药可治，痛苦不堪。济公得知此事，决定给这位富商一个教训。他来到药铺，装作一位普通的病人，向富商求药。富商看到济公穿着破烂，言语轻蔑地说：你这种穷和尚，有什么钱来买药？还是趁早离开吧。济公并不生气，反而微笑着说：我虽然没有钱，但我有一副妙方，可以治百病。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，如果我的药方能治好你的病人，你就得免费给百姓提供药材，如何？富商听了，觉得济公是在胡言乱语，便答应了他的条件。济公随即拿出一些草药，配成了一副简单的药方，让富商的药铺医生试用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副药方竟然迅速见效，治好了许多病人。富商见状，不得不履行承诺，免费给百姓提供药材。百姓们得到了济公的帮助，纷纷向他感恩戴德，而富商则因为自己的贪婪和骄傲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济公用智慧和慈悲化解了困境，让百姓们得到了医治，并教训了为富不仁的恶霸。济公活佛的医病救人故事，展示了他无私的爱心和深厚的智慧。他不仅以佛法和慈悲心救助病患，还以智慧和机智化解病人的痛苦，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敬仰和爱戴。这些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，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一颗明珠。济公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，他那癫狂的行为，破旧的僧袍和破扇子的形象，成为了智慧和慈悲的象征。无论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还是在平常的生活中，济公的故事都给予人们无尽的启示和力量。济公活佛的传奇生涯中，除了医病救人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他还凭藉其智慧和机智，解决了许多复杂的纠纷和官司，让百姓们重新恢复了和平与和谐。以下是一个济公治解官司的精彩故事。相传在南宋年间，有一位名叫张善的贫农，勤劳耕作，但家境仍然贫困。张善与他的妻子靠着一小块田地过活，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夫妻恩爱，相互扶持。然而有一天，张善家中的那块田地被当地的一个富商刘富霸占。刘富仗助自己有钱有势，强行声称那块地是他的，并威胁张善不许再靠近。张善一家靠那块田地为生，田地被夺后，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张善无奈，只好去县衙告状，
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。然而，县衙的县令早已收受了刘父的贿赂，对张善的控诉置之不理，甚至还命人驱赶张善，让他不要再来打扰。张善走投无路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他听说有一位神僧济公，法力无边，专门救苦救难，便决定去求助于济公。经过多方打听，张善终于找到了济公，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。济公听完张善的叙述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用担心，这件事我来帮你解决。明日我会陪你一起去县衙，看看能否讨回公道。”张善感激不尽，对济公充满了希望。第二天，张善在济公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县衙，这次济公亲自出马，他穿着破旧的僧袍，手持破扇，面带微笑地走进县衙。县令见到济公，心中有些惊讶，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位神僧的名声，不敢怠慢。济公不卑不亢地对县令说道：“县令大人，这位张善的田地被刘父霸占，请您为他主持公道。”县令心中忐忑，不敢轻易拒绝，但也不愿得罪刘父，便说道：“这件事颇为复杂，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”济公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当堂对质，看看真相究竟如何。”县令无奈，只好答应，命人传唤刘父前来。刘父来到县衙，看到济公在场，心中有些不安，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，声称田地是他的，张善是在无理取闹。济公微笑着对刘父说：“既然你坚持田地是你的，不如我们来个简单的测试，看看谁说的是真话。”刘父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测试？”济公说：“既然你们都声称田地是自己的，那么这块田地里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标记或物品，不如我们各自描述一下田地的特征，再让县令大人派人去核实，看看谁说的对。”刘父心中一惊，因为那块田地他只是强行霸占，并不熟悉细节，但他不甘心就此认输，便胡乱编造了一些特征，说田地里有一颗大石头，旁边还有一口古井。张善听后立刻反驳道：“那块田地根本没有什么大石头和古井，里面只有一些我种的菜和一个小水池，用来浇灌庄稼。”济公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县令大人派人去现场查看，看看谁说的对。”县令无奈，只好派人前去核实。结果很快出来了，田地里确实没有刘父所说的大石头和古井，而是张善描述的小水池和菜地。真相大白，刘父的谎言被揭穿。县令见刘父的谎言被揭穿，心知无法再袒护他，只好宣判田地归还张善。刘父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乖乖交出田地。张善终于讨回了公道，对济公感激涕零，跪拜在地。济公扶起张善，说道：“这是你的正义得到了伸张，我不过是稍加点拨而已。今后你要继续勤劳耕作，行善积德，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佛祖的庇佑。”张善听后，决心以后更加努力，并以济公的智慧和慈悲为榜样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济公活佛的智解官司故事，不仅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机智，还体现了他的慈悲和正义。他不畏强权，勇于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尊敬。济公的故事流传至今，
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一颗明珠。他的智慧和慈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，在面对困难和不公时，我们应该学习济公的精神，勇敢地站出来，运用智慧和慈悲去化解困难，伸张正义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、公正的社会。济公活佛的影响远超过他的生平和传说。作为一位异乎寻常的佛教僧人，他以其独特的行事风格和慈悲心怀，将佛教的智慧和慈悲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给予人们希望和启示。济公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他的事迹被改编成各类文学作品、戏曲、电影和电视剧，深受观众喜爱。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戏曲中，济公的形象经常出现。他那癫狂的行为、独特的服装和破扇子成为一个经典形象。济公活佛不仅在中国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还对道教和民间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许多地方，人们将济公视为神灵，设立庙宇供奉，祈求他的保佑。济公的慈悲和智慧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支柱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。即使在现代社会，济公的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他那种不拘泥于形式，勇于打破常规，为民解困的精神，对当今社会的人们具有启示意义。济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和慈悲不在于外在的形式，而在于内心的纯净和对众生的无私关怀。济公活佛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奇人，他的传奇故事和精神影响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深远的印记。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，济公的智慧和慈悲都给予了人们无限的启示和力量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学习，更在于实践中的体现。真正的慈悲不仅仅在于口头的宣讲，更在于行动中的关爱。希望济公的精神能够继续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在追求智慧和慈悲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